什么样的照片才叫好呢？日拍出色，夜拍亮眼，远拍清晰，近拍细致，拍得清清楚楚，目目惊艳，拍得漂漂亮亮，张张动人，逆光有神，顺光有味，抓拍有准，细节到位。我的妈呀，什么手机这么好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开头那一大段，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一点印象？没错啊，我就是致敬很多年前李立群的底片广告啊。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像李大师一样念那么快哦。那为什么突然冒出前面那一段？其实这几天拿到 vivo X300 Pro 到处拍照的时候，就突然脱口讲出了这一句哦。所以今天在写脚本的时候，就顺手把它完成啊。这大概就是我对这一次 X300 Pro 拍照的感想啦。前几天 X300 Pro 的动手玩就分享一些实拍照，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其实这几天拍照的时候，就有一种一直拍就停不下来的感觉哦。基本上心中想要的画面，拿起手机就可以实现，成功率非常的高。那后来发现照片实在拍太多了，一直到刚刚才整理完哦。那先大致分享一下 X300 Pro 几个关于拍照录影的重点哦。这是3镜头的规格数字上，虽然跟上一代看起来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在非感光元件的进步上非常的大。首先是影像晶片的部分，这是加入了 X200 Ultra 才有的 VS1 Pre ISP， 可以更有效的处理复杂的光源啊，这点是非常有感觉的哦。那再加上天玑9500上面的 V3 Plus， 让整体的画质、色彩跟细致度上都有更好的提升。因为在拍照、录影稳定度上，主镜头有着正负 1.5 度云台级的防手震，达到 CIPA 5.5 的防震水准。望远长焦上也有着 CIPA 5.5的防手震，对于成像的成功率上跟稳定度上都有非常大幅的提升。这集我会一次把 X300 Pro 各焦段的拍照录影能力分享给大家，针距进部分，因为内容有点多，所以我会另外再开一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主镜头日拍部分基本上完全不需要担心，色彩饱和度跟细节都很丰富，有一种通透的感觉，即使放大到2倍也没有数位感的出现。夜拍部分画面也一样非常的干净哦，那色彩跟灯色都一样非常的通透，整体表现让人非常的满意。2倍数位放大的细节也算是非常的细腻，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对了，那我们讲一下 X200 Pro 一开始被嫌弃的圆弧耀光啊。这次拍摄过程中完全没有发现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。那超广角镜头部分，虽然还是使用 ZN-1 感光元件，会让人稍稍感到一些遗憾。不过实际拍摄后，在光线的控制还有成像的表现上，似乎都有比 X200 Pro 要好一些哦。日拍部分，色彩比起主镜头要稍微浓郁一点，对比也要高一点，但是调性算是很接近的。暗部噪点也处理的不错。夜拍部分光线控制非常优异，几乎没有看到过曝的状况发生。暗部拉亮也算是做得恰到好处啊，算是整体相当自然平衡的表现。那这2颗镜头所拍摄照片，撇除拍摄那几天上海雾霾所造成的灰蒙蒙的画面啊，全部都有给我那种通透跟干净的感觉，表现上我还蛮喜欢的。X300 Pro 望远镜头虽然在倍数上从 3.7 倍降到 3.5 倍，看起来好像缩水哦，但事实上跟 X200 Pro 一样都是85mm 的焦距，原因就是因为主镜头原本是 23mm 嘛，拉到 24mm 之后，所以它望远焦距才会变成 3.5 倍哦。先来看 3.5 倍光学焦距部分，色彩调性跟主镜头非常的接近啊，日拍跟夜拍的细节都好到非常恐怖哦。这应该可以归功于 HPB 1.4寸大感光元件的功劳啊，即使裁切放大都没有问题哦。夜拍部分光线控制依然非常的优异，我们要撇除掉空气悬浮微粒过多的光线反射外啊，近一点的灯光啊都很老实的收敛在该发光的位置哦。那数位变焦部分，日拍在20倍以内，基本上就是光学焦距的品质，可以用的范围非常的广，甚至到30倍，只要光线条件很好，也几乎都有近乎光学焦距的水准。夜拍部分20倍以内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也都是近乎光学焦距的品质。30倍的夜拍成像也相当锐利，如果不说也很难看出是数位放大的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超过50倍变焦部分，因为有着 AI 辅助成像，所以也能够变出相对清晰的照片。但是如果要拍摄作品，我还是建议在30倍内比较适合啦。对了，我前面所有的照片全部都是手持拍摄的哦，这是在超长焦段拍摄的时候，稳定度相当的好，比起 X200 Pro 还要更好。那拍照成功率非常的高，因为有着高像素的补助啊，所以可以做到更稳定的数位防手震。
只要不是剧烈摇晃，基本上都可以把画面定住哦。其实不少人都会说，超过20倍以上就是 AI 辅助成像，根本就不是真的。但以 X300 Pro 的照片来看，算是相当自然的。毕竟2亿像素把该捕捉的细节全部都有抓到，这样才有办法更自然的呈现。如果不是高像素，那才真的叫做无中生有，好不好？之前在使用 X200 Pro 的时候，带着它去拍演唱会，基本上是无往不利的。比起其他号称演唱会神机的旗舰机都好上一阶。这是 X300 Pro 有了更好的防守阵能力，表现应该会更优异吧。这次在上海的时候，我就直接带着 X300 Pro 到爵士酒吧拍摄，那表现到底如何呢？酒吧中的舞台并没有特别打光，算是偏昏暗，不是偏昏暗，是真的超昏暗的环境哦。那相较于灯光复杂的舞台啊，它的考验并不是控光能力，而是感光元件的感光度哦。10倍以内拍摄上完全没有问题，细节捕捉能力也很强大，乐手表情可以完全的掌握，是可以直接出片的品质哦。不在昏暗的酒吧就不建议拉到20倍，因为所需要的曝光时间会偏长，所以乐手在动的时候啊很容易糊掉啊，所以这时候直接接上针距镜应该会有更好的品质。不过呢，如果是在一般有打灯的舞台上啊，20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甚至到30倍都还是可以接受的焦距哦。所以这个之后大家可以自己再试试看哦。接下来要分享的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2个功能，分别是长焦微距跟长焦抓拍哦。X300 Pro 的长焦镜头有着大概10公分左右的最近对焦距离，放大倍率可以到达20倍，等同于485mm 的焦距。也就是说，可以尽量在不打扰昆虫或者小动物底下拍摄微距的照片。而且因为加上了 CPA 5.5的超稳定效果，拍照成功率算是相当的高哦。我们先以静止的物体来看哦，在光线充足下，所有的焦距都有着清晰又锐利的画质，完全可以放心拍。直接在户外拍摄小生物，大概都可以在不会让他们吓跑的距离下拍到清晰的照片哦。我觉得这功能大家可以多多使用哦，因为以目前来看 ，X300 Pro 也是目前有着最强大长焦微距功能的手机哦。另外，这次抓拍能力上也提升非常多，尤其是可以在长焦镜头上抓拍，让运动画面、舞蹈表演或是动物的一瞬间的画面呢，捕捉更轻松哦。像是在迪士尼里面拍摄游行啊，如果没有在前排的位置，基本上就很难拍到好画面哦。所以这次我直接在稍远的高台上拍摄，无论是人物的舞蹈动作啊，或是表情的一瞬间，都可以瞬间捕捉哦。另外像是动物园里面的小动物，甚至路上的鸽子啊，都可以拍下平常难以捕捉的跳跃或是飞行的动作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以，而且你可以捕捉到让人非常感动的照片哦。人像拍摄也是 vivo 的拿手好戏啊。X300 Pro 因为有着2亿像素 HPP 长焦的优势，所以在长焦人像上表现会更好。那人像的部分提供2435、5085还有135mm 5个焦距，每个焦距都有着清晰的样貌。肤质修饰我也觉得也相对自然啦。在光线明亮下，即使裁切放大，都还是保有肤质自然的表现，不会拍完之后像是塑胶人一样。还能在肤色修饰稍微比较白皙的状况底下，透出红润的健康感啊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尤其是对于亚洲人会比较喜欢白皙的肤色，所以我觉得 vivo 的表现算是相对讨喜的。那在昏暗的环境底下，也能拍出画质相当好的人像，这点对于有小朋友的家长真的非常适合哦。想要在小孩睡着之后拍出可爱的模样，建议直接用 X300 Pro 就没错了。实测在夜晚户外拍摄时，不用另外打灯就可以拍出明亮又自然的人像，就好像有打一盏柔和灯光的样貌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神奇。自拍部分这是有着5000万像素的镜头，提供0.8倍、1倍、2倍的焦距。肤质修饰部分我觉得还算蛮自然的，当然里面还有很多滤镜或是妆容的效果，这个就让大家自己试试看咯。录影方面 ，X300 Pro 3镜头都支援最高 4K 60fps 的录影，实测画质也让人非常满意。即使在快速的运镜底下，晃动感也很低。在移动拍摄的时候，也有非常好的表现。实际测试在走路跟小跑步的状况底下，也能保持画面的稳定哦。连3.5倍都还能有稳定的画面，这个能力真的非常的强悍哦。夜间拍摄的时候，光线控制的非常好，不会因为有的灯光过亮而造成画面亮暗平衡失调的感受哦。像是在迪士尼里面拍摄灯光烟火秀的时候，就有很好的表现哦，可以还原当时的感动。那拍演唱会呢，
测试场景一样是非常昏暗的爵士酒吧，直接放一段影片让大家感受一下收音跟画面。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即使在暗到不行的舞台上，都可以清晰拍下乐手的演出哦。相信在一般有着舞台灯的演唱会上面绝对会有更好的表现。那以目前已经上市的手机来看 ，X300 Pro 在长焦镜头部分绝对是最完整的存在。即使其他手机有用上2亿像素感光元件，有些感光元件是比较小的版本，那有些是少了长焦微距都有一些小遗憾。而在录影部分，在体感上，我觉得不会输 iPhone 17 Pro 耶。不过这个就等之后再来分享对了，先预告下一集会有这次我最爱的长焦增距镜的实测，这次比起 X200 Ultra 玩到的更强大，敬请期待咯。那就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